那一夜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柏林围墙，想当时柏林围墙围起来的时候，一夜之间把德国的人民从此分隔两地。这一座桥，也就是当时跨越过去东西的两岸的一座桥。我们现在来到了柏林围墙。当时柏林围墙，一名小女生拿着石头往柏林围墙锤下去。在1989年，等待了35年的自由，柏林围墙倒塌了，东德西德终于合并起来。所以呢，柏林围墙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在柏林围墙，没有人会忘记那一天，一辈子都不会忘记。35年来，一夜之间改变了很多人，一夜之间让所有的家庭就此分散两地。当然，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夜，又再次的让亲人们相聚在一起。但是从隔起来到把它拆掉，你知道吗？这一个时间点竟然跨越了35年。1945年5月8号，纳粹的德国投降了。根据雅尔达会议的决定，德国被划分成4个占领区，分别由美、英、法、苏4个战胜国管辖。柏林由4个国家来占领，美、英、法控制的西柏林成为了西战区，而苏联占领的就是另外一个孤岛，也就是东柏林地区。而这里当时呢，因为东西柏林之间彼此对于政治、经济所有的理念完全都不相同，也导致成了当时苏联为首的东柏林企图把美英法盟军赶走，而展开了柏林围墙的围绕行动，就把整个当时美英法他们所管理的西柏林用了围墙把它围起来，把它包起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就被用围墙包了起来。西德跟东德在各自的管辖国之下，虽然后来变成相继独立的国家，苏联无法杜绝往来西柏林的自由之风，怎么办？一个城市里面有2个国家，所以他只能用柏林围墙帮他隔起来。而隔起来之后呢，从此以后就变成了这的模样了。柏林围墙的故事说起来其实非常非常的长，也非常非常的多，但它绝对是世界上所有人民非常好的历史教训，也是最痛苦的一刻。人跟人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分别了，为何人跟人之间却要做出如此的分别？停止设计。当时逃出柏林围墙的人，东德人民、西德人民，他讲了一句话，他告诉东德的士兵，你不要再设计了，你明明也是德国人不是吗？为何今天德国分成了东西德两地？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有分裂？这是怎么回事呢？德国分裂的期间，在这边境过程当中修筑了167.8公里，这是东德的头头跟苏联的头头2个人打啵儿的相片，变成了来柏林围墙很多人会来拍摄留念的地方。全长167.8公里围起来的柏林围墙当然拆掉咯，当然也不复存在咯。来到柏林一定得看的。这里已经来到了首都柏林查理检查哨，这个上面的牌子写着，你再跨越过去，对方就是离开美国的管辖领地了。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后来把它留下来的一个哨站，让很多人来拍照用的哈。当时的柏林因为清剿希特勒盟军呢，把德国打下来，在2战的时候呢，分别在首都呢有2个地方所管理，东西柏林就此产生。当时建立起了柏林围墙，这柏林围墙建立起来之后呢，也就建了非常多的检查哨。
这些检查哨经由柏林围墙的倒塌之后，当然都不见了哦。那留下来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这里放上了美苏当时美国的士兵跟苏联的士兵的照片，在这个地方。而这个检查哨最重要的，也就是因为当时查理跨越了边境，想要进到西柏林，而被开枪射杀。那西柏林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士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射杀，而没有办法跨越雷池一步，而丢了这个医疗包给他。所以到后来就留下了这一个拥有美国士兵跟苏联红军士兵照片的查理检查哨啊。我们现在在柏林教堂的外围在拍照啊，就是这一栋建筑物。这座建筑物呢，是在20世纪的时候呢，重新再建造起来的，建筑非常的宏伟啊。它的镶金的大理石，还有彩绘玻璃、三者，再加上那一些外面的雕刻呢，看起来呢，真的很不得了。任何的重大的庆典都在这里，任何重大的历史演说都在这边。布兰登堡门1788年到1791年之间，象征个和平的城门。冷战时期，布兰登堡门恰巧成为了东德与西德之间的无人区。什么意思？门的一边是东德，门的一边是西德，象征是因为他被偷走了自由。所以当柏林围墙倒塌后的庆祝活动就在这个门。当时戈巴契夫总书记，苏联呢，没有他怎么会有今天的德国的和平呢？如果你要寻求和平，推倒这一堵墙；如果你要为了苏联跟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来这扇门吧。戈巴契夫当时讲了，打开这扇门，推倒这堵墙。2年之后，德国人民推倒了这堵墙。虽然苏联人很恨戈巴契夫，但他的伟大到如今还是令人们难忘。我相信当时被柏林围墙分隔的两端的亲人们一定很感动戈巴契夫。你知道吗？这里当时也是非常有名，布兰登堡门的一个射杀区啊，哈。当时呢，不管是叛逃东西德两德的人民呢，东德的士兵都会在这边射杀叛逃的人民。我们来到了柏林的博物馆岛，博物馆岛上面拥有了很多的博物馆，也拥有了柏林的大教堂，还有最有名的亚历山大广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到博物馆岛因为建筑与文化的结合，被联合国定为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现在走的这一块岛上面，这个岛上总共有5座的博物馆哦。你看，这个是当时战争所留下来的弹痕啊，有没有？到现在还留着。柏林博物馆多得不得了，在菩提树大街之下走过来。那在这附近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柏林大教堂，有看到吗？远远的拍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柏林教堂震撼的尺寸，有没有啊？那它旁边呢，当然教堂旁边还是一样啊，博物馆啊，新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有没有啊？这个新古典主义的旧博物馆啊，
岛上最古老的，不是新旧博物馆了，最古老的一家博物馆了。新旧博物馆就在两旁之间。接着我们就来柏林大教堂。柏林大教堂这座建筑物呢，是在20世纪的时候呢，重新再建造起来的，建筑非常的宏伟啊。它的镶金的大理石，还有彩绘玻璃、三者，再加上那一些外面的雕刻呢，看起来呢真的很不得了。那我们现在就走进来这里面瞧瞧吧。其实德国在二战之后很多东西是遭受破坏的哈，而柏林大教堂是德国柏林的一座基督教路德教派的教堂。在德国，几乎可以说60% 以上的人全部都信仰的是路德教派。它就位于博物馆岛上面的柏林的博物馆岛上面的柏林大教堂，曾经是德意志帝国霍伦索尔王朝的宫廷教堂。柏林大教堂有时候也被叫为柏林主教教堂啊，但是呢，其实它并不是主教教堂啊，也从未有主教进驻进来这里面啊。只是呢，大家因为教堂太多了啊，有时候傻分不清楚啊，就没有办法就搞在一起了啊。那当然呢，柏林大教堂在整个菩提树大街上，一直通到这个柏林教堂里面。这个教堂在德国皇帝威廉2世命令下重新建造，成为当时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互相媲美的大教堂。二战期间，柏林大教堂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于西元的1975年再重新的建造起来，一直到了1993年，它才又对外的开放。至今仍有一些细致的修建工作持续进行的。欧洲只要是古迹都会这样，永远都修不完。如教堂的1、2楼摆着德国过往的国王、皇后的灵柩，在德国的教堂里面看到教宗、国王、皇后的灵柩都很正常，他们对生与死没有用的像我们这样子，好像比较严肃，或者是好像不太敢靠近这个陵寝皇帝陵寝不得进入啊。对他们来讲啊，反正教宗跟这些国王、皇后葬在这里的时候呢，还会保佑这个国家。这里是以前的东德属地，它叫施威林。在东西德合并之初，整个施威林的城市跟其他东德的地方其实没什么两样。东德以前的经济比较差，也比较破烂看起来比较凄凉，让人看不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当时的施威林市内最有名的，也就是施威林城堡。
看到这个上盖有名的湖心城堡不，在湖的中央。这个城堡以前是大公府邸啊，后来在19世纪由柏林的建筑大师德姆勒重新把它设计起来，维持14年。为了完成这一座融合多种形式的新的一个宫殿呢，这个城堡集合了文艺复兴、巴洛克式跟哥德式的3代艺术风格融合成一体啊。这个城堡非常非常的漂亮，屋顶上大大小小的灯塔，媲美欧洲很多的城堡啊。当然，我们并不是来城堡旅游的，但我们刚好经过的城堡就在斯威林大湖湖畔啊。它的花园非常的大，我们绕过这个湖畔，顺道欣赏城堡，顺便走上这种有没有德国的童话故事之路啊？就像这样，超棒，超棒啊，超级喜欢啊！现在来到的是斯威林前东德，这是我们比较少了解到的德国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城属东德，共有7个湖，又被称为7湖之城。我们有没有看到前面叫做7间塔，对不对啊？现在李贝克啊，我们来到了7湖，叫做斯威林，高耸的大金塔、欧洲教堂，还有刚刚的斯威林城堡，赞，非常的好。德国最北边汉堡港，而现在我们一路进入了北德的汉堡。你看看，德国最多的是什么？风力发电啊！德国也是一个拥有核能的产电的这个国家啊，但是呢，近年来他们发展这个环保，他们的核能政策呢，一步一步的呢在减缓当中啊。为什么？逐步的淘汰每一个核电厂，有计划、有规模的一步一步进行着他们的环保电能。抵达了汉堡，德国的第2大城市，也是世界大的港口啊。在这个世界大的港口，在2次世界大战1943年的时候，整个城市几乎都被炸成了平地。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汉堡已恢复现在的美丽风光。我们现在前面的这一栋就是汉堡的市政厅。汉堡市中心的市政厅建在1886年，11年的时间盖完这一个市政厅。最高的地方中间的那个塔就有112公尺，里面有647间的厅房。市政厅的外面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雕像。这些雕像我们看到1、2、3、4，哇，这怎么看得完呢？总共有20个，是德国最有名的帝王雕像。中间这2位啊，这个塔下面的那2位，是汉堡历史上最重要的2个人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彰显了汉堡以前的帝王风格。市政厅也变成来到了德国汉堡最大必去景点其中之一。你看，以前最大的港口，所以有一艘帆船在这儿啊，树立在这中间。汉堡的市政厅来到这儿，看看100多年历史。为什么说100多年？是18世纪就建成，怎么到现在才100多年？是因为2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被炸毁了。所以它的历史呢，瞬间就缩短了一点点呢。但是如果你要回到它原始的创始点呢，那当然就是18世纪它就已经盖好了啊。那在汉堡的市政厅呢，也坐落在最市中心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市中心。我们从外面还有包含旁边这个白色的回廊港口啊，可以看得到，在汉堡旁边的这一个汉堡港。那一种易北河这样流进来，这些运河坐在这个旁边喝杯咖啡，尤其是北德的纬度非常的高啊，所以在这边感受就很棒啊。德国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市政厅，市政厅的所在地通常都是当地的市区。那在它这里的市政厅呢，是绝对开放给民众进去看的。为什么？我市政厅盖那么美，不给你看不浪费了？所以在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市政厅有的要收钱，有的不收钱了。对不对啊？盖得那么美，又是古迹哈，当然呢，他们会极力的把他们最美、最有艺术的那一面给大家看。而且你看门口进来就有这2座喷泉，也是18世纪引易北河，就是引外面的河泉水啊，引进来在这里面，到现在那泉水还在啊。汉堡市政厅后面还有一个小广场，还有一个喷水池啊。所以我们可以走到最后面去拍照啊！现在是在汉堡的市政厅里面，有没有？我们现在往后面走，就走到了这一个小喷水池，这也是汉堡市政厅的最后方啊，美丽的汉堡港市政厅。这里以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它曾经被中国大陆的总理来到这边以后说：“这里几今天要做素颜啊！”汉堡市政厅7位建筑师所设计出来的市政厅，堪称经典之作，代表了汉堡的财富、汉堡州的独立以及汉堡的共和传统。汉堡虽然在2战当中被炸毁了很多的建筑物，但是汉堡也已拥有许多的大型教堂为它的骄傲。圣米歇尔教堂其中之最，米歇尔是汉堡居民对该教堂的称呼。城市当中也在看到就是这类高等相关，这类象征建筑物呢132公尺高，背起的顶管也在看到规汉堡港的海港，伊嘛是当比亚阿尔斯特湖的附近啊，每一天。顶管拢会在听到伊卡金的声哦。米歇尔楼上著名的喇叭手会吹起了喇叭的独奏，千万不能错过教堂这个特别的地方。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也遇到了最特别的，就是什么？里面有什么免费的管弦乐啊？哎呦，真棒哦！所以我们今天刚好踏上时间点哦。这些的管弦乐、合唱团、交响乐正在里面练唱着，准备着，让我们来听一场美丽的盛宴交响乐。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吗？
这些交响乐、这些音乐家、这些合唱家，他们全部都是什么？阿公阿嬷。艺术的熏陶，一个人民的艺术表现，道德水准，所有一切的一切，真的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的。所以我逢人就讲，教育真的很重要哦，家庭的教育更是重要。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把教育宣达得很好的话，我相信自己国家的人民成长的幅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吕北克，德国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点的国家呢，可能跟它的政治跟历史有关系哈。而这个国家当然，它在北边、南边所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先来到的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吕北克哈。这个小镇呢，非常的特别。吕北克的知名度虽然没有旁边的汉堡来的大，但几百年前的汉萨同盟时期，吕北克可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我们光进来就先经过刚刚看到的这一个拱门它是吕北克的地标城门。吕北克原本有现在看到的这个4座形状各异的城门，保护这一间曾经是北方的龙头老大。这整座算起来算是泥沙淤积而成的三角洲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吕北克这块土地土质非常的松软，导致吕北克周围主动呈现的歪斜。而这些城门就是最好的见证。有的像起呀，跳掉呀，后来老了来，这一座叫做赫尔斯登城门就被保留了下来。那这个也是，你说地质松软好或不好，那也可以证明的德国的这种欧洲人的工艺水准歪它还是留了下来啊。所以赫尔斯登门就被留了下来，上面还写了拉丁文呢，歪歪的但是很有历史。超梦幻的童话故事，小镇般吕北克最北边世界文化遗产，欧洲北部第一个被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女王，因为它是汉萨同盟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又叫做7尖顶城市，因为这个城里面有7尖塔建筑，曾经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城市——汉萨城市联盟中心。所以今天才有那么大的城区，你看。他还把这个城区框了出来做了一个模型让你看，可见了这个城区有多大。最著名的从赫尔斯登门，我们走进来之后，就是最古老建于13到14世纪的主教
大教堂跟圣玛利亚教堂。这里的建筑物一样，在当时盟军为了消灭希特勒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也是无情的轰炸了把很多的建筑物几乎呢该炸的毫不保留，就把它全部都炸光了。这个是恶魔吕北克最有名的主教教堂做的恶魔之柱这个恶魔之柱呢，也就是他这里传说故事的开始那这个恶魔的铜像呢，是来自雕刻家所雕刻下来。传说教堂在新建的时候，恶魔以为一切是一间酒吧。东西呢，他们呢跟恶魔沟通哎呀，你帮我盖一盖，是一个酒吧。恶魔就帮他们加速了把这个主教教堂盖了起来。等到盖好之后，恶魔才知道原来你们人民骗我。盛怒之下，俩几条要捣毁教堂。直到人们答应他在旁边又盖一间酒吧，恶魔才把石柱放下。所以今天就在这个主教教堂外面呢，一根柱子上面看到了小恶魔，而且还有4个爪印，原因就在这边而在这里又绕了一圈过来，也到了我们的市政厅的市政广场这是吕北克，这是非常有名的北德小镇。它带有的一种让你来到这边会觉得哇，好童话这种感觉。